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相亲故事，这故事真是让我感慨万分。一个大陆女神级模特相亲台湾务农男子，本以为是两个世界的人，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缘分这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女主角吧。她叫林小雨，今年24岁，是个标准的十足女神，身高179公分，完美的魔鬼身材，甜美的脸蛋，走在街上回头率200%。小雨是我们北京一家知名模特公司的签约模特，同时也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粉丝量破100万。但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小雨的生活其实很不容易。她来自单亲家庭，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前2年，她妈妈不幸被诊断出患有重病，需要长期治疗，医药费就像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丽姐，我真的很累。小雨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眼圈泛红。表面上我是100万粉丝的网红，实际上经纪公司层层盘剥后，到手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妈妈的医药费。我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拍摄、直播、走秀，回到家还要照顾妈妈，听着小雨的倾诉，我的心都揪在一起。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本应该享受青春年华，却要扛起这么重的担子。丽姐，我想找个能照顾我和妈妈的男人，不需要多么有钱，但至少要稳定，懂得关心人，最重要的是能接受我和我妈妈的现状。小雨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拍拍她的手，安慰道，好孩子，别担心，丽姐帮你。说起来也巧，就在前一天，我刚接待了一位从台湾来的男士，名叫陈志明，今年32岁，是台湾宜兰的一位农场主。刚听到务农2个字，大家可别急着下结论，这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哈哈农民。台湾的农业可是相当现代化的。志明经营着一家有机农场，种植高端有机蔬果，主要销往台北的高级餐厅和有机超市。农场规模不小，年营业额上千万新台币呢。除了务农，志明还开发了农业观光项目，农场每年接待上万名游客，成为当地知名的休闲农业点。这样的事业在台湾可是既体面又赚钱的。志明高大帅气，为人稳重，台湾男生特有的温柔体贴。他来大陆是为了考察农业技术和市场，顺便托我介绍个对象。他的条件很简单，希望找个善良、孝顺，能接受他务农生活的姑娘。丽姐，我知道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可能不太愿意嫁到农村，但我的农场离台北市区开车只要1小时，生活条件其实很好。志明略带腼腆地说，我想找个能和我一起经营农场、建立家庭的伴侣。我父母年纪大了，也希望我能尽快成家立业。听完志明的话，我脑中立刻闪过小雨的影子。虽然一个是大陆网红模特，一个是台湾农场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从事这行这么多年的直觉告诉我，这2人说不定真有戏。于是我安排他们在北京一家清幽的茶馆见面。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没底，毕竟文化差异摆在那里，大陆姑娘对台湾的印象多来自偶像剧，而台湾人对大陆网红模特可能也有刻板印象。见面那天，小雨穿着简单大方的白色连衣裙，化了淡妆，看起来既清新又不失时尚感。志明则一身休闲西装，干净利落，举止得体。2人见面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谈话也很投机。你是务农的？真没看出来。小雨惊讶地说，我以为农民都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不太礼貌，赶紧住了嘴。志明笑了笑，很多人都有这种印象，但台湾的农业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农场里有最先进的滴灌系统、智能温室，还有无人机喷洒农药呢。小雨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那太厉害了，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志明给小雨看了农场的照片，宽敞明亮的农舍，郁郁葱葱的果园，清澈的小溪从农场边缘流过，远处是连绵的青山。小雨看得出神，这也太美了吧，比我们城里的公园还漂亮。欢迎你有机会来参观，志明笑道。农场里还有一栋2层小楼，是我自己设计的。1楼做民宿接待游客
2楼是我自己住的地方，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农场的风景。聊天中，志明得知了小雨妈妈的病情，表现出了真诚的关心。台湾的医疗条件不错，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来台湾看看。小雨感动得眼圈发红，谢谢你，志明，我妈妈的病需要长期治疗，医药费是个大问题，健康最重要，钱的事情可以想办法。志明温柔地说。第一次见面就聊了3个多小时，气氛越来越融洽。分别时，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约定志明在北京期间再次见面。接下来的日子，小雨和志明几乎每天都在视频聊天，从各自的工作到生活习惯，从家庭情况到未来规划，无话不谈。志明的细心体贴逐渐打动了小雨，而小雨的坚强独立也让志明越来越欣赏。1个月后，志明邀请小雨和他妈妈一起去台湾，既是旅游，也是让小雨妈妈去台湾的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这个提议让小雨非常感动，但她也有顾虑。我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坐长途飞机可能会很辛苦。小雨担忧地说。我了解。志明点点头。那我先回台湾咨询一下医生朋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如果可以，我再来大陆接你们。听到这里，小雨眼中闪烁着泪光。志明，你真的很好，但我不想让你为我们操心这么多。我们才认识1个月，时间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彼此了解并愿意共同面对困难。志明认真地说。小雨，我很欣赏你为了妈妈付出的一切，也希望能成为你生命中可以依靠的人。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小雨。在我们这行，见过太多只看外表，只图一时新鲜感的男女，而志明和小雨之间建立的情感是基于相互理解和真诚关爱的。志明回台湾后，立刻联系了医生朋友，详细了解了小雨妈妈的病情和可能的治疗方案。2周后，他再次飞到北京，这次他带来了台湾一家知名医院专家的初步治疗建议。台湾的医疗费用比大陆要低一些，而且针对你妈妈的病情，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效果不错。志明向小雨解释道。当然，最终还是要医生当面诊断后才能确定。小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握住志明的手。就在这时，小雨的经纪人打来电话，说有个重要的广告拍摄通告，报酬很丰厚，但需要立刻出发去上海。小雨陷入了两难，一方面，这次通告的报酬可以支付妈妈几个月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他不想错过和志明相处的宝贵时间。看出小雨的犹豫，志明鼓励他，去吧，工作重要，我可以在北京多待几天，等你回来。真的可以吗？小雨惊喜地问。当然，我很想多了解你的工作，如果你不介意，拍摄结束后，我可以去上海找你，顺便考察一下那边的农产品市场。志明微笑着说。就这样，小雨飞往上海，开始为期3天的广告拍摄，而志明则在北京陪伴小雨的妈妈，还特意请来一位专业护工帮忙照顾。这些举动让小雨的妈妈对这个台湾女婿充满了好感。小雨啊，志明这孩子真不错，细心体贴，有责任心。小雨妈妈在电话里赞不绝口，比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男模型好多了。广告拍摄的最后一天，志明如约来到上海。当他看到片场上的小雨时，不禁惊呆了。平时素面朝天的小雨，此刻穿着华丽的礼服，画着精致的妆容，在镁光灯下宛如一位高贵的公主。那种自信光彩的模样，与平时温柔贤淑的她判若两人。拍摄间隙，小雨看到了站在场边的志明，惊喜地跑过去。你来啦！他开心地说。不好意思，今天拍摄还要再持续几个小时，没关系，我等你。志明微笑着说，眼神中满是欣赏。你今天特别美。小雨脸一红，这都是化妆师和造型师的功劳啦，平时的我可没这么光鲜亮丽，无论什么样子的你，我都喜欢。志明温柔地说。这句朴实的告白让小雨心头一暖。在娱乐圈混了这么久，他见过太多虚伪的赞美，而志明的真诚让他感到无比安心。拍摄结束后，两人在外滩散步，聊起了各自的梦想和未来。其实我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有机咖啡馆，使用农场种植的食材制作健康美食。志明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咖啡馆里设计一个小小的展示区，展示你的模特作品和摄影作品。小雨眼前一亮，真的吗？
我其实一直对摄影很感兴趣，只是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深入学习。那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经营这个小天地。志明笑着说，我负责农场和咖啡馆的运营，你负责设计和形象，我们可以打造一个独特的品牌。听着志明描绘的美好蓝图，小雨心中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也许他可以尝试去台湾生活，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回到北京后，志明向小雨正式提出了邀请。小雨，我想邀请你和阿姨去台湾，既是旅游，也是让阿姨接受更好的治疗。如果你们喜欢那里的环境，可以考虑长期居住。当然，这一切都由你们决定，我不会强求。小雨内心挣扎了很久，一方面，他担心贸然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另一方面，志明给他描绘的生活图景实在太美好了。最终，在我和小雨妈妈的鼓励下，他决定先去台湾短住1个月，亲身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就这样，1个月后，小雨和妈妈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志明在桃园机场热情迎接，开车带他们直奔宜兰的农场。当车子驶入农场大门，眼前的景象让小雨惊叹不已。成片的绿色果园，错落有致的温室大棚，远处是层峦叠嶂的青山。一条小溪从农场边缘蜿蜒流过，溪水清澈见底。最令人惊喜的是那栋2层木质结构的小楼，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屋顶上，温馨而宁静。哇，这也太美了吧！小雨忍不住惊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100倍。志明笑着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家，希望你们喜欢这里。这简直就是仙境啊！小雨妈妈也赞不绝口，城市里哪有这么好的空气和环境，住在这里病都能好一半。志明带他们参观了整个农场，从现代化的灌溉系统到智能温室，从有机肥料发酵区到农产品加工厂，一应俱全。农场里还养了几只可爱的羊驼和一群散养的鸡鸭，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这哪是什么农村啊，简直就是5星级度假村。小雨不住地惊叹，此时的他才真正理解，台湾的农业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这里的农场主可一点都不比城市白领差。当天下午，志明就带小雨妈妈去了台北的一家知名医院。经过详细检查后，医生表示，小雨妈妈的病情虽然严重，但通过一种新型治疗方法，有很大机会控制病情，甚至可能痊愈。真的吗？小雨激动地握住医生的手，我妈妈真的有希望痊愈。根据检查结果来看，只要坚持治疗，配合好医嘱，病情好转的几率很大。医生微笑着说，这个好消息让小雨喜极而泣。回农场的路上，他紧紧握住志明的手，谢谢你，志明，真的太谢谢你了，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志明真诚地说。就这样，小雨和妈妈在台湾定居下来。妈妈在医院接受定期治疗，小雨则开始帮助志明经营农场和咖啡馆。他把自己在时尚圈积累的经验和眼光运用到农产品包装设计和咖啡馆装修上。很快，他们的有机农产品和咖啡馆在当地小有名气。随着时间推移，小雨也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这里的节奏比大陆城市慢一些，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起初，小雨还担心自己会被当地人视为外来者，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台湾人民的热情好客让他很快融入了当地社区。志明的父母也非常喜欢小雨，尤其是看到他愿意学习农场的各种工作，从播种到收获，从产品包装到市场营销，都积极参与。志明的妈妈经常夸小雨，这孩子真懂事，一点都不娇气，比那些台湾城市里的女孩子强多了。当然，融入新环境也有挑战。一开始，小雨对台湾的方言和一些生活习惯不太适应，有时会闹出笑话，比如第一次去菜市场买菜，听不懂老板讲的价格，或者用大陆的一些网络流行语，台湾朋友一脸茫然。但这些小插曲反而成了他和志明之间的甜蜜回忆。慢慢的，小雨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早上在农场的草地上做瑜伽，白天忙碌于咖啡馆和农场，晚上和志明一起烹饪新鲜的有机食材，周末带妈妈去周边的温泉或海边放松。这样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平静。农场生活也带给了小雨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天，他在农场里穿着朴素的工作服，蹲在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突然，他灵机一动，撩起工作服的裙摆，用它兜着刚摘的水果，拍了几张生活照，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朋友们，这是我的新生活。小雨在照片旁边写道，从城市超模到农场主媳妇，我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让小雨没想到的是，这组朴实的农场生活照片在网上引起了轰动。那一刻，她撩起裙摆采摘蔬果的自然笑容，比任何精心摆拍的时尚大片都更打动人心。粉丝们纷纷留言：天啊，小雨姐，这才是真正的诗和远方！看到你脸上的笑容，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真实幸福。大陆女神嫁到台湾农场，这比偶像剧还甜啊！一夜之间，小雨的粉丝量激增了几十万。她的转型故事被各大自媒体争相报道，顶级模特为爱转型农场主，都市丽人变身田园女神，大陆网红模特与台湾农场主的跨海恋情。这些报道不仅让小雨和知名的有机农场一炮而红，也让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典范。志明看到这一切也十分惊讶，没想到你的影响力这么大。小雨笑着摇摇头，我也没想到，以前拍那么多精致的时尚大片都没有这几张素颜农场照片的效果好。于是，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下，小雨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的台湾农场生活日常，从播种到收获，从下厨到品尝，从农场管理到乡村旅行，每一个环节都被他用真实而温暖的方式记录下来。今天，我和志明一起去田里收获了今年的第一批有机草莓，大家看，这颜色是不是特别诱人？小雨举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大草莓对着镜头，志明在旁边笑着补充，这是我们农场特有的品种，采用纯天然有机肥料种植，绝对没有任何农药和化肥。这样的内容深受粉丝喜爱，小雨的账号迅速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农业生活博主，而他与志明的爱情故事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爱情范本。有一次，一位粉丝在评论区问小雨，从大陆的超模变成台湾的农场主媳妇，你后悔吗？小雨回复道，如果说后悔，那就是后悔没有早点认识志明，早点开始这样的生活。在模特圈，我每天都在追逐别人眼中的完美，活得很疲惫，而现在我终于可以做真实的自己，这种感觉太珍贵了。这个回复获得了上万个点赞，很多人被小雨的真诚打动，纷纷表示想要效仿她的生活方式。1年后，在志明和小雨的共同努力下，农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他们开发的有机农产品品牌在台湾打响了名气，甚至开始向大陆出口。小雨妈妈的病情也有了显著好转，已经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了。这天是小雨和志明相识1周年纪念日，志明神秘地告诉小雨，给她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啊？卖个关子，小雨好奇地问。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志明神秘地笑笑，牵着小雨的手，来到农场后山的一片空地上，这里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农场。远处是连绵的青山和蔚蓝的天空。当他们登上山顶，小雨惊讶地发现空地上摆放着一块巨大的图纸。这时小雨困惑地看着志明，这是我为我们设计的新家，志明解释道，一栋结合现代科技与自然元素的生态住宅，1层是我们的有机餐厅，2层是我们的家，3层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工作室，可以做直播、拍摄或者设计你喜欢的东西。小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蹲下身仔细查看图纸上的每一个细节。客厅旁边有一个小花园，卧室有一个露台可以看日出，厨房宽敞明亮，还有一个专门的医疗休养室为妈妈设计，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志明的用心。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小雨哽咽着问。从认识你的第3个月开始。志明柔声说，那天你告诉我你梦想中的家是什么样子，我就把它记在心里了。就在这时，志明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小雨，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意外，你愿意嫁给我，和我一起守护这片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幸福吗？盒子里是一枚用农场里的第一颗草莓藤条编织而成的戒指，中间镶嵌着一颗小巧的钻石，朴素中透着精致。我愿意。小雨泪如雨下，扑进志明的怀抱。这是我收到过最美的戒指。就这样，1年后，
小雨和志明在农场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礼上，小雨穿着一条自己设计的白色婚纱，裙摆上绣着农场里的花草图案。志明则穿着台湾传统的礼服，看起来英俊挺拔。婚礼现场来了很多人，有志明的台湾亲友，有小雨在大陆的同事和朋友，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粉丝。台下坐着的小雨妈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着女儿找到了真爱，还收获了健康，她感到无比欣慰。婚礼上，志明的父亲致辞道：“一开始听说儿子要娶一个大陆的模特，我心里确实有些担忧，担心文化差异，担心生活习惯不同，更担心城市女孩适应不了乡村生活。但是小雨用她的实际行动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她不仅勤劳善良，还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影响力用来推广我们的农场和台湾的农业文化。今天，我很自豪地说，我不仅得到了一个好媳妇儿，更得到了一个好女儿。”小雨的经纪人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婚礼。他感慨道：“认识小雨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她笑得像现在这么灿烂。作为她的经纪人和朋友，我最初也担心她放弃大好前程去台湾生活是不是正确的决定，但现在看来，她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这比任何事业成功都更加难得和珍贵。”婚礼结束后，小雨和志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创建了一个两岸青年农业交流平台，帮助两岸有志于农业发展的年轻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被多家媒体报道。小雨常常对我说：“丽姐，谁能想到啊？我一个大陆的网红模特，居然在台湾找到了真爱，成了一个农场主的妻子。更没想到的是，我竟然比在模特圈时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每次听到小雨这样说，我都感到无比欣慰。作为一个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见证过太多因为表面条件而错过真爱的案例，也见证过太多因为勇敢跨越心理障碍而收获幸福的故事。小雨和志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往往藏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3年过去了，小雨和志明的农场成为台湾著名的观光农业典范，他们开发的有机农产品品牌在两岸市场广受欢迎。他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从超模到农妇：我的台湾田园生活》的书，分享他们的爱情故事和生活理念，成为两岸青年的励志读物。更令人欣喜的是，小雨的妈妈在台湾的治疗下病情基本痊愈，现在每天负责照顾农场的花圃，过得悠然自得。她常说，这里的空气好，人也好，比吃任何药都管用。当然，小雨和志明的生活也不是童话故事那样一帆风顺，他们也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摩擦，也会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而争执，但每次矛盾过后，他们都能坐下来好好沟通，互相理解，共同成长。有一次，小雨想推出一款针对年轻人的快速冷冻有机食品，认为这样可以扩大市场。而志明则坚持农场的产品应该保持传统制作工艺，保证最佳口感和营养价值。两人因此争执不下，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保留传统工艺制作的高端产品线，同时推出适合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便利产品线，两者并行不悖。这个决定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分歧，还让农场的市场覆盖面更广，受益匪浅。这种互相包容、共同成长的态度，是他们婚姻能够长久幸福的关键。正如小雨在一次采访中所说，跨越两岸的婚姻确实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只要心里装着彼此，愿意理解对方的文化和想法，这些差异反而会成为婚姻的调味剂，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现在，小雨和志明又有了新的计划，他们准备在大陆开设分店，将台湾的有机农业理念和产品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同时，他们也打算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那些想要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我希望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回归乡村，创造自己的幸福。小雨在一次公益讲座上说，城市生活固然繁华，但乡村有着更纯净的天空和更广阔的梦想舞台。每当我看到小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农场生活照片，看到她那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就知道她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那个曾经为生计奔波、为母亲病情忧心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一个 confident、独立且幸福的女性。
而志明这个踏实稳重的台湾农场主，也因为小雨的到来，让自己的事业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远大的梦想。他常说，遇见小雨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意外，她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是我最好的伙伴和灵感来源。作为见证他们爱情的红娘，我感到无比欣慰。小雨和志明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勇气、坚持和跨越文化差异的励志故事。它告诉我们，爱情和幸福不分地域，不分职业，只要勇敢追寻，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后来，我常常用小雨和志明的故事来鼓励那些在婚恋道路上遇到困难的年轻人，告诉他们不要被表面的条件所束缚，真正的幸福往往需要我们跳出舒适区，勇敢尝试。小雨后来对我说，丽姐，那天我撩起裙摆采摘蔬果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不是镁光灯下的掌声，不是粉丝的追捧，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和爱的人在一起，过简单而充实的生活。谢谢你当初的鼓励和支持，让我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听到这话，我心里暖暖的。作为红娘，最大的成就感就是看到自己牵线搭桥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真正获得了幸福。希望每一位听故事的朋友都能像小雨和志明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下期再见啦！